长公主看上了我的丈夫，丈夫以已有家室为由拒绝了公主。第二日，公主将我的头扔在我丈夫脚下。现在你没有家室了。丈夫一滴眼泪也没掉，抱着我的头当场同意嫁给公主。你都答应跟我回府了，还抱着那脏东西作甚？悠悠与我做过夫妻，我理应送他最后一程。你是怪我嘎了他？是怕他没有葬身之处，魂魄留在世间纠缠公主。我差点没气晕。狗男人，我才刚死，你就这样巴结公主，我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公主却心情大好。行了，我送你出城，把它买了，以后你就一心一意服侍本宫。是，公主。我狠狠给了萧恒一个大嘴巴子，手却穿过了他的身体，他毫无察觉。哎，我已经死了，再也打不到你了。算了，看在你愿意买我的份上，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公主嘎我之后，把我的身体烧了，只留下一颗脑袋。等你把我的脑袋埋了，我才能安心投胎。只是这辈子和你聚少离多，一下子要永别，还真有点不舍得。也不是我恋爱脑，实在是你长得太帅了。我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俊朗的侧脸，他像是感觉到什么，转了转脑袋，嘴角贴上了我的额头。马车行驶到城外山头，停在一片竹林前，我跟在萧恒后面，回头朝公主吐了吐舌头。坏女人，要不是怕投不了胎，我一定变成厉鬼吓死你。萧恒走进竹林深处，将我的头小心翼翼放在地上。好小子，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没有直接给我扔地上，头发乱七八糟，脸上还糊了血，丑死了，也不给我弄干净。他听不见，他只是专心的在空地上挖洞，不用刀，不用铲子，用他的双手。很快，小小的洞越来越深，他的双手也变得鲜血淋漓。哎呀，你明明有刀嘛，用刀挖呀！他还是听不见，继续用手挖。很快，洞挖好了，他抱起我的头，仔细的将我头发上的结一个个梳开。行吧，还算有点爱心。悠儿，你告诉我，他是怎么杀你的？切，有本事就去问公主，问我的头算什么？我的头又不能说话，还能怎么杀？就着我的头发抽了我好几个嘴巴子，然后指挥手下一刀把我的头砍了，砍完还不解气，把我的身体也拉去烧了。萧恒没反应，还在专心的给我梳头发。烦死了，你又听不见，问什么问？他将我额前的头发全部理好，露出我微肿的侧脸。他抚了抚我的脸，又轻轻在我发乌的唇上落下一个吻。悠儿，受苦了。大哥，你都要嫁给干人凶手了，装什么深情？我散了他几个大嘴巴子，可惜萧恒一点也察觉不到我的怒意。他取下从未离身的玉佩，放在了我额前，然后将我的头仔仔细细包在衣服里，放进了挖好的土坑，一抔抔黄土将我的脑袋掩埋。做完这一切，萧恒头也不回地往竹林外走去，去拥抱他泼天的富贵。我目视着他慢慢走远，在心里默默与他说再见。忽然，一股诡异的力量将我拉了过去。顷刻间，我又回到萧恒的身边，我满头疑惑。见鬼了，不对啊，我就是鬼，也没见到别的鬼。我试着再次朝我的坟墓走去，可一旦离开萧恒一段距离，就会被生生拉回他身边。我一头雾水，冥思苦想。听说人死后若是有执念，魂魄就会一直留在执念之人身边不肯散去。可我没有执念啊，丈夫都投入别人怀抱了，我还执念个屁！我只想快点去阴间，一口干了孟婆汤，快乐投胎。不是因为执念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回头看了眼我的坟墓，光秃秃的小土包。对了，是碑，我没有碑，一定是因为这个，我才去不了阴间。去他娘的萧恒，赶着回去巴结公主，也没空给我立个碑。你才是赶着去投胎的人吧？我在他身边又打又骂，他却一脸微笑上了公主的车。一上车，公主就笑盈盈贴了上去。萧恒也不拒绝，任由公主半卧在他怀里揩油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我看不下去，气呼呼坐到了马车顶。马车经过熟悉的街，很快就要路过萧府。我远远看见萧府门口两个熟悉的身影正跪在地上哭喊：“还我女儿，还我女儿！”是爹娘。爹娘跪在萧府门前，拳头都敲出了血。可萧府府门紧闭，无人理会他们。我想要把他们扶起来，可我的手只是一次又一次触过他们的身体。我无助地飘在爹娘旁边，不知该怎么做才能帮他们。什么乡野粗人，敢在驸马府前放肆！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我一听，心都揪紧了，冲到公主面前破口大骂。没骂几句，我的身体开始发热。
糟了，我要变成厉鬼了！变成了厉鬼，我就会向公主索命，索了人命，我就再也不能投胎了。可如果能救下爹娘，不能投胎又如何？我正计划怎么把公主弄嘎，萧恒忽然开口了：“公主，今日是你我大喜的日子，还是不要见杀戮的好。”那你说怎么办？悠悠的父母是乡下人，将他们赶回去，永不能进城便是。此事我愿为殿下代劳。行吧，快点的。公主上了马车，萧恒走到我爹娘跟前，爹娘见了他，疯了一样的捶打起他来。当初是你求着我们将悠儿嫁给你，悠儿嫁了你，几年都在守空房，好不容易等你回了京，他却嘎了你这个负心汉，把悠儿还给我们。认识萧恒的时候，我还是个乡野姑娘。萧家是京城小官，虽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但一般来说是看不上我们这种乡下姑娘的。当然是一般来说，我与萧恒相识于山野之间，他是来游山玩水，我则是上山给娘亲采药。他不慎跌下石崖，伤了腿，被路过的我就下，我替他敷草药，给了他充饥的烧饼。那烧饼是我一天的口粮，我一天没吃饭，却梗着脖子说自己不饿。我承认是因为他长得帅。后来我背着他下了山，送到医馆便离开了。本以为只是萍水相逢，没想到不久后他就上门提亲。爹娘觉得我们不登对，不敢同意，他就守着聘礼在门外跪了一天一夜。爹娘不敢让他真的出事，慌慌张张来问我愿不愿嫁给他。我害羞地点点头，满脑子都是他绝美的脸。爹娘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刚成亲时，我们十分恩爱，如胶似漆。可好景不长，几个月后边疆爆发战争，他被选去参军，这一走就是3年。3年后，朝廷军大胜归来，百姓们夹道相迎，萧恒骑马跟在队伍中间，意气风发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他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担心他会不会已经忘了我。可他一眼就看见了我，他跳下马，飞奔到我身边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我立了战功，圣上一定会给我升官。我要建新宅，把你爹娘都接进城里来。我要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，我要和你白头到老。短暂的亲昵之后，我目送他回到入宫述职的队伍里，等他夜里归来，再好好相聚。公主看上了我，当众请求圣上赐婚，圣上没有答应，我也当面拒绝了公主。可我发现他的神情隐隐有些不安，一整夜他辗转反侧，他反复说一定要一直待在他身边。我当他是太想我，笑着答应。直到天亮时，他才浅浅睡去。我悄悄出了门，应该是战场的日子太苦，他才会心神不宁，睡不安稳。我去给他买安神的药。可刚出门，我就被公主杀死在街头。萧恒站着，任由娘打他骂他，娘打得累了，终于收了手。萧恒喊了人来，交代他们将爹娘好生送出城，又和其中一人偷偷摸摸说了什么。我凑过去想听，没听清。爹娘上了马车，我也跟了上去。我好想娘亲，好想和他们一起回家。马车刚走远些，那股力量就再次扯住我的魂魄，我拼命挣扎，却还是不受控制的被拉回萧恒身边，然后眼睁睁看着爹娘消失在长街上。我突然想起从前和爹娘生活在乡间的日子，那时日子虽清贫，可每天都很快乐。家里只要有好吃的，都先给我；有新衣服，也先买我的。左邻右舍都劝爹娘再生个儿子，说有儿子才有依靠。爹娘却说有悠儿就够了。这样爱我的爹娘，没有了我，他们该如何活下去？狗男人，早知道就不嫁给你了。不对，就不应该救你，让你在石崖底下摔死好了。夜晚降临的时候，终于到了公主府。公主挽着萧恒走进去，我不情不愿地跟在他们后面。公主府可真大啊，石萧府的10几倍大，雕栏玉砌，金碧辉煌，难怪萧恒这个狗男人都抵挡不了。怎么，你好像不太开心？公主，我昨日才回京，有些疲累。再说，我与公主还没有名分，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入府。哎呀，这有什么的？我已经将我们的事同父皇说了，父皇宠我，明天一早辞婚的圣旨就到了。公主杀了我就立刻提着我的脑袋找萧恒，哪有时间和圣上商量？除非他们是昨天就说好的。原来圣上没有当众同意公主的请求，私底下却答应了给公主赐婚。他明知道萧恒有家室，原来杀我是圣上默许的。我一直以为圣上是个明君，可一个明君又怎么会纵容女儿当街杀人，抢别人的夫君？萧恒啊，你就是为这样的皇帝苦苦征战了3年。我以为萧恒会像我一样大失所望，可他看上去并不吃惊，只有拳头在身侧捏了捏，捏得发白。萧恒住进了公主府的客房，我本以为他们今晚就要同房，
这么看来，公主也不是什么规矩都不守的。今晚的月亮真圆。他去边疆打仗前，我们曾约好每夜都一起看月亮。我与他相隔万里，看着的月亮却是同一个。一想到此，我心里便雀跃许多，思念的苦楚也被月光冲淡。那些日子，我日日期盼着与他重逢后靠在一起看月亮。我想不到，等我们再一次一起看月亮，不是隔着千里，却是隔着阴阳。幽儿，你说公主漂亮吗？好好的，你就非得提她？你就那么喜欢她？即便她把我杀了，你也喜欢？萧恒没有回答我问题。是啊是啊，他听不见，连个发泄的人都没有，这做鬼的日子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幽儿，你喜欢公主的皮囊吗？大哥，她把我杀了，再漂亮，我也不可能喜欢她呀。可是不得不承认，公主的确美得惊心动魄。若我也长成她那样，如果我长得和她一样美，此刻的你会不会有那么一点为我伤心呢？她那副皮囊，天下哪个女子不喜欢？可她心眼也忒毒了些，你也要小心点。万一她哪天厌弃你了，或者看上别人了，把你也杀了怎么办？说完这句话，我竟真开始担心，万一公主有一天要杀萧恒，她该怎么办？谁知道我在这担心她，她却扑哧一声笑了。不是吧？想公主的美貌都想得乐开花了，不跟你玩了。我气冲冲转身就要走，萧恒忽然朝我走过来，我吓得一动不动，定在原地。是巧合，还是他看见我了？他伸出手，在虚空中晃了晃，正好是我头顶的位置。我吓傻了，鬼被人吓到，说出去也够丢脸的。幽儿，我把她的皮囊送给你，你说好不好？你看得见？话还没说完，隔壁忽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将我生生打断。隔壁是公主所在的院落，萧恒脸色一变，朝隔壁冲了过去。进了院子，我被眼前一幕吓呆了。公主披头散发坐在院子中央，浑身发抖，她身边乌泱泱围着一圈人，正朝她步步逼近。等等，那些不是人，是鬼。我本来还好奇，怎么死后一直没见过其他的鬼，没想到一下子竟见到这么多。那群鬼围着公主龇牙咧嘴，像要索命一般。公主显然看得见他们，吓得捂着头缩成一团。萧恒倒是很平静，他朝公主走去，穿过鬼众时，鬼众竟停了步子，不再向前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有鬼，有鬼啊！你看不见吗？公主，这院子里只有你我二人。刚刚他朝着我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我还以为他能看见我，能看见我，自然也能看见这一院子鬼。难道他压根看不见我，也看不见鬼？难道他只是在自言自语？又刚好自言自语的时候，看向了我所在的方向。可是这群鬼见了他，为什么会避让呢？这些鬼为什么会避着你？他们避开了我。萧恒忽然恍然大悟一般，从腰间摸出一只红色的锦囊。莫非是因为这只锦囊？这是什么？我在边疆行军时，夜半常做噩梦。一个西域术士告诉我，边疆地区杀孽重，将士们冤魂不散，才会导致我做噩梦。我花重金求他帮我，他便给了我这只锦囊，说可以保我不受鬼魂惊扰。他在边疆噩梦缠身，为什么从没有在家书中提过？这些年他竟过得这么艰难。我正心疼，公主忽然将锦囊从萧恒手里抽走。这锦囊这么好，给我用用吧。殿下想要拿走便是，我的东西都是殿下的。好家伙，心头男人果然会倒霉。只是公主府选址应该是风水极好的地段，怎么会有鬼魂作乱？都是些该死的贱民，死了也不安生。明天我就找术士来把他们都除了。只怕夜长，我这小小锦囊撑不到明日。那怎么办？我在边疆跟那西域术士学了点驱鬼之术，不如让我试试，也许能为殿下排忧解难。好家伙，你这仗打的还学到点新技能了。取得公主同意后，萧恒开始画起符来。我好奇心起，凑过去看，纸上的线条错综杂乱，有模有样的。他不会真有两下子吧？那我会不会也被他除了啊？喂，你可别伤我啊！不一会儿，他举起符纸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随着他一声大喝，我看见一道光飘向公主，将她周身包围。鬼魂们你看看我看看，没什么反应。什么呀？一只鬼都没除，果然是个半吊子。都没了，都没了，太好了！我已将所有的鬼灭除，公主可以放心了。好，好，今晚你就守在我房门口，万一还有别的鬼过来，你替我都除了。
萧恒听他的话，乖乖坐在房门口。他俩你一句我一句，给我听傻了。鬼魂们都好好的站在院子里呀，哪里都除了。姑娘，你也是被公主杀掉的。我是被公主杀掉的，你也是吗？我们都是。那天我没有及时避开公主的马车，她就把我杀了。我更离谱，我穿了件黄色的衣裳，公主就让手下把我捅死了，说黄色难看。哎，都是苦命人，我只是给女儿买了个糖葫芦，公主就把我和女儿都杀了，说是她小时候圣上不让她吃糖葫芦。原来这些人和我一样，都是公主刀下的冤魂。对公主来说，我们只是卑贱的草民，可我们都在认真活着。可是就连活着的权利，她也要残忍的剥夺。权势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让人趋之若鹜，又让人变得比鬼还可怕。你们聚在这里，是来向公主索命的。如果能索命，当然是好的。只是鬼魂若向生者索了命，就不能再入轮回。我们只是想吓吓他，也为我们自己讨一个说法。可看公主的样子，以前应该没见过鬼吧？你们为什么都约在今天来吓她？我们在这里很久了。从前公主身上有一道驱鬼的结界，我们无法近她的身，她也看不见我们。就在今夜，她从外面带回那个男人后，那道结界破了，她这才被我们吓破了胆。直到刚刚，那男人在她身上放了一道符，她的结界才又恢复了。姑娘说的男人很显然就是萧恒，萧恒一来，公主的结界就破了，难不成是萧恒动了什么手脚吗？萧恒为公主画的符，只能为公主恢复驱鬼结界，可他为什么要骗公主，说他已经将众鬼灭除呢？我望向萧恒，他正闭目养神，好似对一院子鬼真的视而不见。那个男人，你们能近他的身吗？他身上也有驱鬼结界，只是那结界并不来自他给公主的锦囊。好家伙，萧恒果然没有对公主说实话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飘到他面前，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，他睁开了眼，却并没有看我。我打算炸一炸他。喂，萧恒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看得见我，你再不理我，我就把你跌下崖的糗事告诉这些鬼。萧恒，我生气了，我要变成厉鬼把你和公主都杀了。我张牙舞爪下他，萧恒闭上眼，打起了呼噜。萧恒，为了试探萧恒，我在他旁边大喊大叫了大半夜，结果他睡得超香。昨夜萧恒对着我说话纯属巧合，其他鬼都无法接近公主和萧恒，我却一点事没有，甚至能穿过公主和萧恒的身体，而且这些鬼除了公主府，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游荡。可我一离开萧恒一段距离，就会被硬生生拉回来，难不成我的魂魄也被动了手脚吗？到了白天，众鬼精神力下降，纷纷去阴暗小角落休息了，只有我被迫在萧恒方圆几十尺内转悠，像条拴在柱子上的狗，不能出去游荡。我便干脆进了公主的房间，我倒要看看萧恒对公主究竟是个什么态度。不看还好，一看我差点没被气死。萧恒一大早就醒了，一醒就跑到公主床边，直直地盯着公主看。色鬼！日上三竿时，公主终于也醒了，看见萧恒，公主愣了一秒，满面春光朝他一笑。你守了我一夜吗？是啊，好在这一夜再没有污秽之物出来打扰殿下。这狗男人没坐一会就睡着了，还好意思说自己守了一夜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油嘴滑舌？可公主不知道，她感动死了，深情地望着萧恒，漂亮的眼睛像要涌出清澈泉水。要不是被他杀过，我也许真会觉得他是个美丽又善良的人。世人皆知以貌取人不妥，可惜谁也逃不过，就像我逃不过萧恒，萧恒逃不过公主。萧恒，不知怎么，我觉得好累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公主身体不适吗？要不请宫中太医来瞧瞧。也好，父皇知道我不舒服，一定会很心疼我。公主得皇帝宠爱是世人皆知的事情，只是从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宠爱还包括纵容女儿滥杀无辜。午后，太医到了，瞧了一会也没瞧出什么问题，只说公主是受了惊吓，吃些安神药，卧床静养即可。萧恒亲自给公主熬了药，给她喂了下去，哄她安睡。看着萧恒乖巧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。神明啊，如果真有下一世，让我也做个公主吧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看见萧恒的身形顿了顿。见公主熟睡之后，萧恒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，翻看起来。我凑过去看，这不是我最近看的画本吗？好，我死了，你不把画本烧给我，还自己私藏。我美滋滋将头靠在萧恒肩上，和他一起看。他慢慢翻着页，黄昏的光落在他修长的指尖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。这一整日，除了用膳喝药，
公主都在昏睡，托她的福，我看了一天画本。第二日一早，公主府迎来一道圣旨，说是皇帝顾念公主的身体，要将婚期延后，还下旨让萧恒先回宋府，等公主身体好了再过来。公主得知后疯了一般，吵着要见皇帝，一定要把萧恒留下。萧恒耐心地哄着公主，让她听父皇的话。公主更生气了，你懂什么？父皇最宠我了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公司药要凉了，殿下先喝了药再想赐婚之事。谁知公主竟接过药碗朝宋旭砸过去，萧恒来不及躲闪，药碗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脸上，一道细密的血痕从他好看的脸蛋上冒出。喂，你干嘛？他也是为你好，你怎么打人？公主怒气冲冲瞪着萧恒，脸上一点愧疚的表情也没有。其实公主不是真的喜欢萧恒吧？也许她只是看萧恒好看，想玩玩，却被当众拒绝，丢了脸面。脸面是权贵们最珍视的东西，正是萧恒的拒绝，才让他决心不择手段也要得到他。萧恒的后半生有这样的妻子，他一定不会好过。抱歉，让公主不开心了。药没了，我再去为殿下熬一碗。这狗男人这么窝囊，我担心他干嘛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悠悠搞的鬼。我一杀他，府里就闹鬼。我要派人去找悠悠爹娘，把他们都杀了。你府里闹鬼，是你自己作孽太多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凭什么杀我爹娘？公主真的喊来侍卫，吩咐他去杀我爹娘。萧恒，你劝劝他呀！我知道你听不见我说话，可你昨日替我爹娘解了围，今日一定也会帮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只要公主开心，那些刁民，公主想杀就杀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原来昨天替我爹娘说话不是真心的，说我受苦了，要将他的皮囊给我，也不是真心的。萧恒，我要变成厉鬼，把你和公主都杀了。这个念头一起，我便浑身发热。我知道这是变成厉鬼的前兆。没关系，不能投胎也没关系。这一生虽然短暂，能做爹娘的女儿，便是最好的一生。我正要对公主下手，萧恒忽然抬手在我眼前轻轻一挥，我瞬间失去意识。再醒来时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脑子一团浆糊。怎么回事？我记得公主说要杀我爹娘，萧恒也不帮我，我气急，打算变成厉鬼杀了他们。可就在我变成厉鬼的前一刻，我突然晕倒了。鬼也会晕倒的吗？公主挽着一个表情威严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萧红丝滑地跪在了地上。微臣参见圣上。原来是传说中的皇帝，他怎么来公主府了？我究竟昏迷了多久？我的爹娘是不是已经遇害了？先看看什么情况再动手。父皇，女儿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您就答应给女儿赐婚吧。你就一定要她做驸马？父皇，女儿是真心喜欢萧恒，您看公主府闹鬼也是萧恒摆平的，女儿受了惊吓，亦是他将我照顾好的。他做的事，朕手下的术士也都能做。术士？皇帝手下竟还有术士？也对，公主身上本就有驱鬼结界，这玩意不可能天生就有。既然皇帝手下有术士，何不派术士将公主府的鬼魂杀干净？也是，公主杀人乃是家常便饭，公主府的鬼魂是除不干净的。为她施加驱鬼结界，的确是一劳永逸的法子。只是能为皇帝做事，那术士一定很厉害。既然厉害，公主的结界怎么会破？难道是萧恒做的？皇帝最终没能拗过公主的撒娇，留下赐婚的圣旨。萧恒同公主一起跪下谢恩，脸上仍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我忽然想起他在我家门外求亲的样子，那时他不吃不喝跪了一夜，爹娘答应时，他高兴地跳起来，又因为饿久了头晕，立马摔了个狗屎泥。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我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。萧红啊，摔倒了也是好看的，这么好看的人，从今往后属于我了。只是这拥有未免短暂了些。这几日，公主府多了许多人，都是皇帝派来帮公主府准备婚礼的。公主的身体虽有好转，却还是时常困乏。但她是公主，万事都有下人打点，她只需专注睡觉养神。萧恒在她身边看画本，可我看不进去，我还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。这2日，我试过积聚怨气化身厉鬼，可不知怎么，我的怨气一攒就散，根本聚不起来。想来我也是个无用之人，保护不了自己，保护不了爹娘，就连变成鬼也无法向公主报仇。我整日唉声叹气，萧恒却过得很舒服。画本他只看了2页就没了兴趣，便离开公主的院子，在府中闲逛。我像个风筝一样跟着他一起逛，这一逛，我算是开了眼界。我是乡间野姑娘，可我和萧恒成亲的规模排场不输京城小姐。那时我很高兴，白的了帅哥不说，帅哥还舍得花钱。见了公主府的婚礼筹备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小巫见大巫。
这么多宝贝，如果分给村里那些饭都吃不饱的叔叔姨姨们，该多好啊！飘着飘着，我忽然瞥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正沿着墙根朝公主的院子走去。那人手里拿的是一把相克挂阵的木剑。难不成此人便是那个为公主施加驱鬼阵法的术士？不好，这术士一看便法力高强。倘若公主府闹鬼之事真是萧恒所为，那他一定会发现。我匆匆跟了过去。术士来到公主床前，举起木剑，闭上眼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很快，公主周身泛起一道光，正是那叶萧恒为公主施加的驱鬼结界。术士表情大变，他赶忙上前将公主摇醒。你怎么来了？萧恒呢？公主，我奉圣上之命入府彻查闹鬼之事，还请公主不要再接触萧恒，他为你布的结界其实……行了，你技不如人，结界失效，本公主差点被众鬼索命，没有降罪于你以示宽容，你怎敢攀咬萧恒？要不是他，本公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公主，我方才在府中仔细查探过，萧恒他话还没说完，一阵黑烟忽然从窗口飘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术士体内。他突然像着魔一般，挥着木剑走向公主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眼看木剑就要刺入公主的胸膛，萧恒忽然冲了进来，他一掌把术士拍飞。公主，你还好吗？他要杀我，有人要杀我。没事了，他已经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厉鬼虽无法接近驱鬼结界，却可以附身在人身上，而唯有心术不正之人才容易被厉鬼附身。术士便是那心术不正之人。公主被萧恒救了2次，彻底相信了他，还下了命令，从此只有萧恒能进他的房间。萧恒去院子里给公主熬药，我跟了过去。从前他熬药时，我都是飘去屋顶看云，我不想看见他为了仇人忙前忙后的样子。可术士的事实在奇怪，我怀疑此事就是萧恒所为。术士的事一定就是萧恒所为，可他若是想杀公主，又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冲进来救下公主呢？萧恒将一颗黑色的药丸放入药罐中。奇怪，这不是太医院的东西。一个侍卫慌慌张张忽然冲进来，说有要事禀报。公主下令，除我之外，任何人不得进入房间。你有什么事，告诉我就是。公主吩咐属下处死幼优的爹娘。属下赶到幼优家时，只剩个空房。属下找了好几日，也找不到他爹娘的下落。属下知道完不成公主之命乃是死罪，还请驸马爷替属下求情，求公主饶我一命。爹娘没有死，只是他们怎么会突然搬家？公主身体不适，此事她不必知道。你下去吧。谢驸马爷救命之恩，谢驸马爷。是你吗？是你让我爹娘搬家的，对吗？萧恒没有说话，我却已经知道了答案。那天在萧府门前，他对萧府下人悄悄交代的，应该就是此事。谢谢你。第2日，皇帝带着太医来了公主府，术士出了事，皇帝也起了疑心。好在公主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就连娘胎带的一些顽疾也都好了不少。在萧恒悉心的照料下，公主健康了，强壮了。皇帝终于放下戒心，为2人定了吉日。等待婚期的日子里，公主偶尔会带着萧恒出门，他们如同寻常夫妻一般逛街看戏。公主性子阴晴不定，时不时想杀人，都被萧恒阻止。慢慢的，公主的杀意消减了许多，好像真的转了性。看着这一幅和谐美满的画面，我忽然有些释怀。也许萧恒真的能改变公主，那何尝不是好事一桩？往后再也不会有无辜百姓死于公主刀下。如果这便是萧恒想做的事，想要的未来，我愿意衷心祝福他。我没想到，萧恒想要的从来不是改变公主。这月15，萧恒照常守在公主房间，我则坐在院子里和鬼众们聊天。他们中有的得知公主不再杀人，很高兴，释了仇恨，去投胎了；也有人依旧想要报仇，于是守在公主府里等待机会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投胎啊，可是我走不了。你其实还有心愿未了，肯定是你对萧恒情根深重，无法离他而去。公主的结界好像在减弱。鬼众听了他的话，疯了一般往公主的房间冲去。留下的这些鬼都是想报仇的，若公主的结界真破了，那就要出大事了。也不知道萧恒怎么样，他一直在帮公主，这些鬼不一定会放过他。进了房间，我看见公主靠在萧恒怀里，满面委屈说自己做了噩梦。她的结界怎么还在？公主周身的确还泛着光，只是那光似乎比从前浅了。我伸出手想碰一碰那道光，萧恒忽然抬头看我。这些日子，他的目光偶尔会这样落到我身上，我只当是巧合，并未在意。优儿，萧恒，你说什么？
公主，时间到了。萧恒抬起手，在公主额前上轻轻一点，公主周身的蓝光倏地消失，她双眼猛地瞪大，刺耳的尖叫贯彻夜空。她的结界消失了！女鬼狂笑起来，朝着公主扑过去。公主被众鬼包围，一下子人也看不见了，只有我呆呆站在原地，看着萧恒穿过众鬼朝我走过来。幽儿，你不是说下辈子你也想当公主吗？满月之夜，百鬼索命，公主灵魂离体的瞬间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吸了过去。再睁开眼，已经是几天后，周遭很安静，没有鬼众，也没有公主，只有萧恒。我早就猜到公主府的一系列事件都与你有关，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还能活过来。我在边疆夜夜做噩梦是假的，认识西域术士却是真的。我从敌人手中救下那术士一命，术士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回城那日，我在殿上驳了公主面子，猜到公主会报复，只是我如何也想不到公主会残忍地将你杀害。安葬你时，我给从未离身的玉下了锁魂符，与你一同掩埋，如此我便能留你的魂魄在我左右。你那个时候就打算给我和公主换魂？是的，只是换魂大法条件苛刻，公主需要连饮15日离魂汤，并将你的头发戴在身上，等到精神力最弱之时，公主的魂魄才有机会离体，被你取代。我明白了，离魂汤的材料都在你下在公主药里的黑药丸里，你日日亲自给公主熬药，是为了让她一日不差的喝下。除了离魂汤，我还在药里加了其他强健身体的材料，这身体毕竟要给你用的，苦吗？就让公主吃好了。自然，那被附身的术士也是我做的。等到满月之夜，众鬼力量最盛，我破了公主结界，一屋子鬼吓公主，公主的精神彻底被击溃。那头发呢？你是如何让她带着我头发的？是那个红色的锦囊。来公主府的第一夜，我就送了公主这个锦囊。公主怎么也想不到，这驱鬼锦囊里是你的头发。公主呢？她如何了？我不是担心公主，而是担心那些鬼。他们生前都是无辜的人，倘若因为索命变成了厉鬼，再不能投胎，实在不值。换命之后，公主的魂魄会经受所有你所受的痛，断头、烈火焚烧，她一样也逃不过。至于那些鬼众，他们看见公主得到惩罚，放弃了索命，都去投胎了。公主呢？她也去投胎了。你想见她吗？公主的魂魄，她浑身焦黑，脖子上有一道骇人的血痕，已有些看不出人形。见我盯着她，她张牙舞爪朝我冲过来。萧恒轻轻一挥手，公主吃痛的惨叫一声，弹出3尺远。悠悠，不要以为你占了我的身体就万事大吉。我现在不是厉鬼，萧恒若是杀我，自己也会被反噬。我已经给父皇托梦，他马上就会来看我，到时候你和萧恒都得死。萧恒，我做鬼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托梦？你被我用锁魂符锁住了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就连驱鬼结界也识别不了你。好啊，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皇上驾到！父皇来了，你们都完了。父皇来了，那我们便一同去迎接吧。皇帝看见我，满脸的担忧消解了些许。父皇，您怎么来了？朕昨夜梦见你说萧恒要杀你，让朕来救你。父皇，我知道您担忧女儿才会做这样的梦，但是您看，女儿好好的站在这里呢。也许是朕多虑了。父皇，女儿很快就要成亲了，您一定是舍不得，才会做这样的梦。女儿记得小时候，父皇不让女儿吃糖葫芦，今日父皇就请女儿吃一次糖葫芦，好不好？皇帝听我提了小时候的事，彻底放下戒心。你呀，从小就皮，爱吃外面那些穷人吃的东西。不过既然你爱吃，朕就让御膳房做好了送到公主府来，好不好？父皇最好了，我也是从小被爹娘捧在手心宠大的，谁还不会撒娇了？我得意地对着公主吐了舌头。公主见皇帝被我骗住，气急了，尖叫着在空中显了形。萧恒，有鬼，快给朕把这鬼除了！公主浑身焦黑，皇帝根本认不出她来。公主见皇帝要除她，更生气了，发疯一般朝我冲过来。皇帝及时将我护在了身后，生生挨了公主一记索命的利爪。一声惨叫过后，皇帝倒在地上，脸色乌青，断了气。公主怒不可遏朝我冲过来，萧恒3两步冲过来，一掌将已变成厉鬼的公主拍飞，很快消散在空气中，一句话也来不及说。皇帝驾崩后，太子登基，新帝是个明君，向来厌恶横行霸道的公主。朝堂上，
废掉公主的声音也此起彼伏。可等新帝的禁军到了公主府，公主府早已人去楼空。我和萧恒在皇帝驾崩那晚，带着公主府的金银财宝悄悄离开了京城。我们一路向南，来到四季如春的地方。我们在城里买了一栋大宅子，当做我们的新家。宅子交接的那日，萧恒临时说有事，让我自己先过去。我骂骂咧咧到了门前，我愣住了。厚重木门前，爹娘肩并肩对着我笑。幼儿，你回来了。我哭着扑到爹娘怀中，萧恒从门内走出来，笑盈盈看着我。我想起他说的话，他说要建新宅，把我爹娘都接进城里来。他说要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，他说要和我白头到老，他都做到了。